Hello， 这是我的美国公路之旅的第4集，我们终于到了黄石国家公园。它跟上一站特别秀丽的大提顿紧紧相连，但是规模却要庞大非常多，面积是大提顿公园的7倍还要有余。我们将会用4天的时间，从南到北，尽可能的探索它的全貌。第1天跟第2天呢，我们主攻西南边的各种间歇泉，包括最有名的 Old Faithful 老忠实间歇泉。第3天去看黄石大峡谷，最后1天去北边的孟马热泉，还有东边的动物天堂。这个路线基本上会把整个公园绕一圈，希望可以把所有的精华都看到。话不多说，出发吧。嘿，我们到了 Yellowstone 啦。你好。到达黄石公园的时候呢，正好是午饭的饭点。我们去了在 West Dumps 附近很有名的 Grand Village Dining Room。这个餐厅最主要的特色是有一大片面向着黄石湖的巨大玻璃窗，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湖景，体验还是蛮不错的。OK， 不错，这个 fit。Okay, so this is regular burger. This is a fried clam sandwich. And we got a beautiful lake view. This is a llama. 有点像 calamari. Regular. 我们吃完午饭呢，就去了隔壁的游客中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互动展区，可以亲手摸一摸各种动物的脚，有驼鹿、马鹿、叉角羚等等。刚开始看的时候会有点傻傻分不清，不过只要是在公园里面多待几天，很容易偶遇到这些动物，多看几遍的话就能认全了。这个是牧师的吗？这是第二个。And I think this could be pronghorn. Oh, I think so. Okay. 下面呢，就正式进入到黄石的第1个景区 West Dump Geyser Basin。这里是黄石湖的一个小内湾，形状呢看起来就像一只手的大拇指一样。这里可以说是整个黄石公园的超级浓缩版，可以同时看到各种地热景观，乍一看感觉它们很像陨石坠落留下来的小坑。很多泉水呢都是剔透的孔雀蓝，非常的漂亮。虽然看起来很清凉，但是导游手册上说，颜色越蓝就代表水温越高，因为没有任何微生物可以在里面存活。有些甚至还可以看到沸腾的泡泡，所以其实非常危险。曾经就有人不慎掉进去过。Actually, water really clear. Can you hear the sizzling? Yes. Surprisingly, they don't run hot spring business here. 这个地方有点让我想起了日本的箱根，但是跟那边不同的是，黄石这里的一切都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并没有开展出任何的温泉旅游业。跟我的衣服颜色很配。滚烫的热泉水在流向黄石湖的过程中，温度稍微降低后，不同的嗜热菌就开始在这个舒适的温泉区里面生长，呈现出各种黄色跟橙色的渐变。地底下流出来的水全部灌进了这个湖里，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清澈。fishing pond， 哈哈，好可爱。这些热泉虽然很危险，但其实也很脆弱。
如果把它们当作许愿池扔硬币进去的话，会堵住热泉的通道。一旦被矿物质覆盖，这口泉也就算被杀死了，永远无法复原。这个爱心耶，好可爱哦，这个。总之呢 ，West Dam 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这里是黄石公园里能最集中、最轻松的看到各种形态间歇泉的地方，尤其是那种巨大的像蓝宝石一样的热泉，这里有好几个。这种规模跟集中度在公园里的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加上人也不算多，逛起来体验感还是很好的。下一站呢，我们准备前往一个大名鼎鼎的区域——老忠城 （Old Faithful）。在路上会经过一个叫做 Kepler Cascade 的观景点，这里是一个挺壮观的峡谷瀑布。如果时间不紧迫的话，还是挺值得停下来看一眼的。终于到达 Old Faithful 景区了，这里大概是黄石公园里面最有名的地标之一。之所以闻名世界呢，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喷发时间非常规律、最能被预测到的大型间歇泉，大约每90分钟喷发一次，还挺壮观的。This is the inn. The largest wooden structure. 哇，挺酷的。这是 Old Faithful Visitor Center。我们按照惯例呢，先去了游客中心，它的规模非常大，简直像一个小的地质博物馆，把地热科普做得非常好。比如我们在黄石里面能看到的这4种主要的地热景观：泥温泉、间歇泉、蒸汽孔跟温泉，其实都是本初同源，它们都是地下水被岩浆加热后，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地面的结果，就像一个巨大的地下高压锅。这种认知还是挺奇妙的，突然就会让我意识到脚下的大地其实是非常活跃的。游客中心里面呢，还有一个影院。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播放《The Bird and the Tree》的短片，介绍的是一种叫 Nutcracker 的鸟和森林之间的共生关系，非常有意思，很推荐。It's believed that whitebark pine trees have been on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for at least 30,000 years. Their cones never open, and their seeds, unlike those of many other species, are wingless. If lived on its own,A single whitebark pine tree would never disperse more than a few feet from where it stands. This is where the Clark's nutcracker comes in. The seeds may not have wings, but the birds do, and they'll often fly them miles from the parent tree, where they're buried in the ground to be stored and eaten later, or left to grow into trees that eventually grow into forests. The bird and the tree are an ideal match for each other.It's a relationship that's lasted over eons. 看完了科普呢，我们就来亲眼见识一下这口 Old Faithful 的威力了。虽然呢它很守时，但是其实也有大概20分钟左右的浮动范围，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耐心等待的。有一点冒水汽了，在接下来的10到20分钟之内，它都有可能随时喷发。等等吧。蓄势待发的准备场。没了，台湾的。它的喷发过程也很有意思，不是咣的一下突然就爆发，而是会有一个从小到大逐渐增强的过程，直到地下的压力完全充足后，才会一口气喷发。它的水柱最高可以冲上50多米的高空呢。你才是 faithful， 你就是 old faithful。Young faithful。
Oh, There we go. that is something. Whoa, not bad. Oh, you can feel it. That's amazing. Wow.现在我们要去 check in 喽。看完了喷发，我们准备去今晚的住宿——老钟石小屋 Old Faithful Lodge。它是这个区域里面相对比较经济实惠的选择。它的主楼大厅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木质结构建筑，空间非常开阔，也带有一个价格亲民的餐厅。我很喜欢这种复古又宽敞的感觉，而且整个大厅里面设计了很多观景角，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窗外的间歇泉。这就是我们住的 cabin， 2户住1个房。有没有灯可以看？哇，好重的味道！为什么会有股厕所的味道？2个床，很多毛巾，灯，办公桌，洗手池，镜子。这看起来挺高级的。啊，这个是送给我们的吗？不是吧？啊，Welcome。看起来挺好的，除了有一点臭之外。哇，突然发现他们的肥皂是一个熊的形状，太可爱了吧！这有点不舍得用。嘿，好可爱。Soap, hand soap。啊，这样子怎么舍得用呢？好可爱哦。漂亮。今晚的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去拜访旁边的 Old Faithful Inn，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木结构建筑之一。它始建于1903年，也是一个100年历史地标了。它的原木大厅里面有一座非常有标志性的巨大石头壁炉。这个旅馆呢，现在既是一个开放参观的历史建筑，也是一个正在正常运行中的酒店，价格非常昂贵，普通房间大概就要500-600美金1个晚上。不过我们明早还会再回来参加一个免费的 guided tour， 他会带我们参观客房。今天呢，我们就先随意逛逛，感受一下氛围。Yellowstone yesterday and today，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哦。Yeah, irregular shapes too. No. So you might think that these are connected to. Isn't it? 所以可以直接看那个 Old Faithful， 甚至有可以办公的地方，像一个小图书馆。我们去的时候呢，2楼正好有人在免费表演小提琴跟钢琴的合奏，能看得出来这里在尝试为游客营造一种复古典雅的氛围，在景区里面显得难得不那么商业化。
逛完旅馆回房间休息的路上呢，正好又碰上了老钟石的喷发时间。这一次我们换了个角度欣赏，也别有风味。这也算是住在景区里面的一个好处吧，不用刻意掐着时间去等，随缘碰到喷发的机会还是蛮高的。OK， 那我们在黄石的第一天就先逛到这里了。下一期会继续探索这个区域，我们会去参加 Old Faithful Inn 的免费 guided tour， 听听那一座百年木屋背后的故事。之后呢，再去看黄石最有名的地标之一大棱镜温泉。最后离开这个地方，前往下一个住宿区西黄石。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